出差当接生婆的徐奶爸终于回来了，难怪福宝这几天吃饭都变得有胃口。原本还闷闷不乐的福猪猪，看到小徐回家，肉眼可见的开心，不仅一直在干饭，就连啃个竹子也是面带笑意。而徐奶爸回家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投喂闺女吃窝窝头。福宝别提有多高兴了，非要叼着窝窝头寻场向姨姨们炫耀，就连小表情都是满脸的得意洋洋，内心 OS 奶爸送我的你们没有吧？并且今天一大早上班的时候，福宝还心不在焉，去外场也要一步三回头，生怕奶爸再次离自己而去。宝贝之所以会这么依赖奶爸，还是因为老徐对他的宠爱无人能敌。当福宝在外场乖乖干饭的时候，奶爸就守在宝贝闺女身后，一个动作就给了他满满的安全感。奶爸夸宝贝闺女更是易如反掌，对于福宝调皮捣蛋，整日在院子里拆家整活的行为，他称对方为捣蛋小淑女。福宝听到干饭就着急的时候，奶爸非但没嫌弃闺女有个痴心眼，还要用夹子音夸孩子听话懂事。乖嘛，这是乖娃娃嘛，大熊啊，不是小熊，说的就是你，二次作战。福宝只是背靠着门口一坐，奶爸不管在干什么，都会第一时间上前给闺女按摩后背。公主只需要边干饭边乖乖享受。奶爸喊其他熊猫起床的时候，纯粹是靠嗓门大叫醒对方的。唯独他的福公主是那个意外，奶爸不是用夹子音温柔叫醒，就是上手宠溺的摸摸闺女的大脑壳。只能说老徐双标也太明显了吧。奶爸嘴上说着对熊猫一视同仁，教育理念就是一碗水端平。我们单位的饲养员对熊猫可以说是一视同仁，其实每一个熊猫都是宝。可草呵呵和自家闺女聊天时，身为老父亲的他当场就不乐意了，话里话外都在拆散这对小情侣。年纪是成年了，但是还没有长大，还是小朋友的感觉。草呵呵听到后都得寻思，难道我不是你的好蛋了吗？奶爸还考虑到熊猫喜静，直接喊话游客不要大声喧哗。虽然福宝留学韩国的时候，园区旁边就是游乐设施，吵闹不断，可他回到自家有奶爸护着。不希望有大家就是说看福宝的时候，就是去大声喧哗啊，福宝福宝。其实这样对熊猫并不是太好。徐奶爸对福宝真的是事无巨细，难怪公主会这么离不开他。仅仅是几日不见就这么情绪激动。从前最爱吃胡萝卜的福宝为什么挑食？原来竟是因为徐奶爸对闺女的无限宠溺。只见福猪猪咬了一口胡萝卜就嫌弃的丢在地上，然后赶忙拿起来旁边的竹笋狼吞虎咽，内心 OS 还是老家的笋香。要知道福宝在韩国留学期间，最爱吃2位爷爷经常投喂他胡萝卜。逢年过节吃的蛋糕大餐都是饲养员特意用胡萝卜点缀的，只可惜宝贝回到自己家后，被老家的笋笋和竹子挑花了眼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胡萝卜？其实福公主回国前后的变化，不只是干饭方面，这小妞的性格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还记得福宝留学期间的外场是在大型游乐设施旁边，每天都要忍受着噪音的她情绪低落，经常独自一熊坐木架上思考熊生。可她在自己家却是肉眼可见的开朗，不仅整天面带着笑意营业，还学会掰竹子爬假山很多技能。隔壁邻居草和和也成了福宝的好朋友。本以为福宝是内向害羞的性子，没想到这小妞这么主动，昨天还趴在树上对着隔壁一脸花痴笑，直勾勾的小眼神都把草和和看害羞了。公主之所以会这么社牛开朗，归咎到底还是因为奶爸带来的安全感。虽然福宝的场地四周不是其他滚滚就是山林，可老徐还是考虑到不良游客的问题。一向社恐的他不仅当场教育，将孩子放在游客区看台上的母子俩，避免福宝被吓到的风险，还直接喊话来看闺女的游客，生怕他们喊名字打扰到女明星清静。不希望有大家就是说看福宝的时候，去大声喧哗啊，福宝福宝。其实这样对熊猫并不是太好。奶爸生怕毛孩子整天就知道干饭，不好好运动胖了好几斤，还经常用食物丰容考验福宝。宝贝只能发挥智力站起来拿窝窝头。而一向女儿奴的老徐，给闺女加餐前还要提前给笋剥皮。公主看到后都开心搓脚脚了，心想我老爹也太爱贴心吧。奶爸从来没把福宝当成熊猫，对方在他眼中一直都是小孩子，即便熊猫不会说话，老徐也整天对着闺女唠唠叨叨。门儿，这儿做什么？门儿收拾了，把你收拾外头，你再出去吃哈。徐奶爸可不只是在镜头前对闺女好，父女俩私底下更比我们想象中亲密。即便福猪猪在内舍休息，奶爸也要拿着各种美食投喂，不是摸摸闺女的脑袋，就是轻轻碰一下小鼻头，这简直就是老父亲般的宠溺。难怪都说徐福记是天下第一好。美香，天天，小琪琪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！好消息，美香一家今晚9点就要到家了。这条回家路，美香天天走了整整23年。他们终于在立冬迎来了这一天。最新消息，美香一家已于今日凌晨启程。由于总行程长达19个小时，担心3小之路上会饿肚子，华栋给他们准备了100公斤竹子和水果。
饲养员还把小奇迹最爱的玩具放上了飞机，预计美香一家3口将在今晚9点左右抵达成都双流机场。之后，他们将入住卧龙神树坪大熊猫基地，这里环境优美，医疗和设施都是顶尖。美香的2个儿子泰山和宝宝都生活在卧龙，如今历经艰辛，他们一家终于能够团聚了。而这无疑是今年继丫丫回国后的又一好消息。美香天天和丫丫一样，都是功勋大熊猫，青梅竹马的两小只在2000年共同赴美。期间共生下7个孩子，不幸夭折3个崽崽。宝宝泰山和贝贝早已安全回国，如今陪在身边的只有小奇迹。在这3年里，小奇迹虽跟着父母身处异乡，但却也拥有了足够多的母爱和父爱。美香绝对是位尽职尽责的好妈妈。小奇迹幼崽时期，她就对宝贝儿子万般宠爱，因为怕指甲锋利会伤害到小家伙。美香妈妈每次都是小心翼翼，用自己的温暖手掌心轻轻托着小奇迹。当孩子跟自己玩闹的时候，美香也会纵容宠溺着小奇迹的任性，就连儿子想要趴在自己身上，她也会立马趴在让小奇迹骑大马。不仅如此，美香还会把包好的竹笋让给崽崽，吃竹子也是帮他劈成一条一条的。而小奇迹又何尝自己不爱妈妈呢？他知道美香喜欢松树的香味，但因为年纪大了已经不能爬树。其实小奇迹自己还是个小糯米团子，也会使着吃奶的力气爬树摘下松枝。此时的美香也会扶着大树，满脸担忧地看向自己的宝贝大。得到小奇迹的礼物后，更是开心的原地打转。当看到美香突然有些烦躁，一旁的正在吃竹子小奇迹察觉到后，会立马伸出自己的小手按住妈妈，然后转过身紧紧抱住了美香，像是在安慰到妈妈不要害怕，有我在。而小奇迹跟老爸天天的感情也是这般深厚，不同于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能相见的美香妈妈，因为和天天没有居住在同一场地，小奇迹只能在窗口和老爸隔空对望。还记得小奇迹还是个宝宝时，就经常去铁窗那里找天霸，一个小窗口却承接了他们浓厚的父子情。一家3口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年又1年，如今终于踏上回国的专机。而美香的妈妈雪雪也等来了23年未见的女儿，愿小奇迹回国后熊生顺意，美香天天也能安享晚年，度过余生。谭爷爷居然背着大头孙女去喝喜酒，幸亏花花不知道，否则谭棉花组合又得谈崩。这天谭爷爷喝完喜酒后就立马赶回幼儿园，生怕已经是博士生的花花察觉到什么异样。只见他3步一回头，生怕孙女掉队。花宝鸡跟上后立马和爷爷贴贴，还抱着大腿腻歪个不停，似乎在说爷爷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谭爷爷为堵上花花好奇的小嘴，赶忙投喂了好多的果果，就连小桌板上也全都给摆满了。还记得谭爷爷上次休假完回来时，原本昏昏欲睡的花宝鸡看到对方后，不仅没有一点起床气，就连朦胧的双眼也瞬间变亮，还一个劲上前想要钻进爷爷的怀抱。要知道刚才的花花可不是这副面孔，原来他由代班奶爸来暂时照顾。糊涂花一开始还追着对方玩，不过没多久就意识到认错人了，看到陪自己玩耍的居然不是谭爷爷，气得霸王花爆发强大的领地意识，凶狠狠地追着奶爸咬个不停。这一副要吃人的架势吓得对方落荒而逃。而奶妈在接触花花时也是非常不顺利，即使在地上摆放了好几块苹果，也得不到这小家伙的欢心。花宝鸡全程怒气直冲天，想要咬人。奶妈同样吓得疯狂逃窜，撒腿就跑。虽然花花是熊猫圈众所周知的粘人熊，不过综上来看，小家伙只粘谭爷爷。当花宝鸡被谭爷爷投喂时，他的小眼神一直停留在对方身上，就算嘴里吃着果果，也要躺地上望着爷爷。看到谭爷爷准备离开，一向慢吞吞的他也会立马起身，主打一个爷爷去哪花花在哪。不过如此紧盯也是有原因的，上次谭爷爷刚投喂大头孙女没2口，就要把艰巨的任务交给奶妈，花花生怕爷爷丢下自己，于是直接上手扯住对方衣角，结果爷爷没留住自己，还不幸摔倒了。不肯放弃的他刚爬起来就抱住大腿，结果却被谭爷爷的一句多多拉回了现实。要知道咱们顶流花也是有脾气的，气不打一处来的他也不撒娇挽留了，拿捏起女明星的姿态，直接扭屁股走熊。虽然此时的花花气鼓鼓，但小女孩生气只是一时的，没一会花宝鸡就原谅粗心爷爷，还屁颠屁颠的跟在对方身后跑，甚至奔跑的同时也要化身叮叮怪，可见花花还有着依赖性熊格。难怪谭爷爷喝完喜酒就赶紧回来，他可不忍心看见大头孙女吃醋生胖气，直到看见爱宝将辉宝叼给江爷，才知道连续带娃120天的他有多崩溃。这天艾女士发现2个废头子同时出现，气得她扭头质问老姜，几个意思不是说好1人1个吗？爱宝本想摆弄瑞宝意思一下，可不料蹬鼻子上脸的姜老六还嫌他偏心。不愿面对现实的艾女士本想独自离去，但看到蜷缩在角落的闺女，还是心软上前抱着灰灰轻砸爱。此时的她一定想不到将来能有多后悔。然而爱宝在哄小女儿的同时，还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另一个闺女也万万不能忽视，生怕瑞宝又吃醋生胖气，整得艾女士一个头2个大。很快就到了熊猫们的睡觉时间，爱宝已经睡得昏昏沉沉，一旁的瑞宝也早已进入梦乡，但总有那个精力旺盛的闺女捣乱。只见辉宝挥舞着毛拳头，为叫醒老妈，甚至还动手打熊。万般无奈的艾女士只好拎起崽崽，直接把它放到大妹身上。看来爱宝已经总结出同时带2娃的经验了。然而艾女士不仅半夜被折腾个不
甚至还要给俩闺女劝架。瑞宝和辉宝动不动就重拳出击，一整天都为了抢占地盘而打打闹闹。其实江爷爷还提前打了个预防针，早在1周前他就告诉过爱宝。只见艾女士听到后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她虽然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，但是没想到居然会这么快。想必两小只出了外场定是一片狼藉，毕竟还有一个锅巴公主的案例在。福宝总能把自己搞得黑不溜秋，每天不是在挖煤就是在挖煤的路上。这天福猪猪不知去哪炸了一座煤矿，直接成了个黑的没眼看的煤球，还刚好和老妈迎面撞上，可怜的艾女士躲也躲不了，碰到闺女后脑袋黑了一大块。然而挖煤已经不能满足福宝的需求，鸟语花香的后花园也逃不过他的糟蹋。小福同学不是把小树抡树苗，就是在草地花田中滚来滚去，直接整成寸草不生的一片荒漠。爱女不仅失去美丽的花园，就连喝水池也得被吞下黑水。福宝经常去那里洗脚，甚至是洗屁股，难怪爱女士一看到那个便宜闺女就会露出如此惊恐的表情。然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，相信这姐俩会比福宝还要费口子。估计爱女士没出外场就已经汗流浃背了。